结束了。克拉丽，你做得很棒，娜娜也做得很棒。不过克拉丽，我知道，娜娜，这世上没有不用付代价的力量。不过相比恶龙终结末日的超绝游戏结局，哼哼，这点代价真是太划算了。超越被赋予的权限，在数据的层面上，这和打破命运又有什么区别呢？哦，以往我也不缺骇入远控之类事半功倍的经历，可这一次真是尤为畅快。而且我也和那个笨蛋真正并肩作战了一回，这是一场超越我所有游戏经验和想象的最棒战斗。大魔王进化的恶龙勇者已经没有遗憾，所以该告别了。克拉丽，你做到了，你创造了奇迹。好了，笨蛋，不要用那种表情看着我，都怪你突然这么大声，我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都散了一半。哦，大家都在，那话就好说了。啊，嗨，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克拉丽，突然做什么呢？是要向大家宣布这次战斗胜利的结果，再顺便发表大魔王演讲吗？幼稚，那种事情一眼就看出来了。不过大魔王演讲倒也差不多，你看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大魔王？娜娜也帮了很多忙，娜娜也是大魔王。娜娜，这可能不一定是好话。都静一静，现在是属于克拉丽6626普朗克人生中的重要时间，将由我本人来主持我自己的告别仪式。我会在这里交代我的遗言。克拉丽，你在说什么？那边的笨蛋，不要那么大声，难道为了盖过你，我还得给我的葬礼放个大喇叭？肃静，听我说，年轻的地球 A 级女武神，火星量子计算机探索者，大难不死的少女，黑日灭世终结者，突击高手和恶龙勇士，克拉丽女士，度过了充满戏剧性的一生。虽然这一生依旧拥有遗憾，不过她已经摸到了那个属于她自己的答案，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拥有一些和这位女士伟大的生命相比之下更重要的东西。魔怔的学者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上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答案，那么晚上死了也不后悔。而明智的玩家已经超越了答案，如那边的笨蛋所说的那样，创造了奇迹。因此要支付数据溢出的代价，面临自我存在的消弭，也并不遗憾。最后，请允许我用最俗套也最适合的语句来作为我的结束陈词。请不要站在我的坟墓旁哭泣，我不在那儿，我没有长眠。现在我宣布，大家可以哀悼了。也就是说，那个笨蛋，你可以哭了。不，我不答应，我不接受。克拉丽，我们才刚重逢，你知不知道现在离我们重逢才过去了多久？还有很多事没有说呢。你的3次冒险，你说你在飞船上还有离死亡那么近的体验，你说你成长了一步，但这一步却迈得很大又很远。可那些经历，你都还没告诉我呢。不对，即使不说那些没有我参与的故事，我们好不容易重新在一起，未来想必会有更多。你又怎么可以以玩笑一样属于你的一贯方式，对失而复得的我宣布这么残酷的事实？说什么呢，笨蛋，你低估了自己对我的重要性。每一次你都参与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在瑞木，在修伯利安11号，在满是槽点的劣质心跳游戏里的欧夏，在手持灵药的勇者的冒险世界，在永生城邦的末日。所以这是我们第6次告别了，就算是耍酷也好，这一次我可不想让你看到丢脸的样子。最后一次，不会再见了，笨蛋。
克拉丽，你这不根本什么都没说吗？等一下，你要去哪里？我们一定还有办法，我们再想想办法。克拉丽，赶上了，赶上了，赶上了！不愧是我，总算是赶上了。陈学姐，你为什么拿着德丽莎的手偶，而且为什么要用那个砸克拉丽？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刚才经过电话亭的时候，突然蹦出来个白裙子红眼睛的小女孩，请求我把那个怪模样的娃娃交给你们中的那个，对，有尾巴的克拉丽，说那是什么来着？什么手搓呀，什么代码的，我也不懂，总之是救命的东西。是维塔吧？哎呀，总之他一边摇着我的手，一边可怜巴巴地说着诸如一定要快一点，不然就来不及啦，小狗要变成秃秃了之类奇怪的话，我只能答应啦。是吗？那就很奇怪了。等一等，是德丽莎传来的简讯。克拉丽，果然是布罗尼亚他们一直在昼夜不停的努力为克拉丽从零开始复原账号，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赶上了，解决了克拉丽的意识数据无法与外界连结的问题。原来那个手偶搭载的是账号，也就是说克拉丽她……没错，账号恢复意味着她的意识终于可以与系统外躯体的桥接恢复，她不会死了。只不过修伯利安11号上多了几个过劳累到昏迷的人。你要在那里躲到什么时候？怎么不说话了？给自己主持葬礼的空前绝后的克拉丽女士。什么？不会吧？给自己主持葬礼？真有你的小家伙。不过有一个称号还不错，大难不死的克拉丽。够了，我受够这种在情绪最高潮的段落垮掉的尴尬场面了，我要退出系统。我回来了。欢迎回来。